银事业的人事案这几天连续发生各种被突然呛瞎，连要离职的董事长很心生不满，因为任期还没有到。除了施俊吉，当然在这个黄国昌认为，基于的30亿土地里头，所谓党人财路有很多必须要查的猫腻啊，要求财政部要做专案报告。但是呢，不止如此这个当天在交接的时候，连中油的这个部分，董事长同样李顺清也是在看到媒体才知道我要滚蛋卷铺盖走路了，是没有被事先告知的情况之下，因此交接典礼上缺席了。那本来以为他是赌气嘛，生气不去了。没有，他告诉大家说我是根本没有被通知，这真的是情何以堪。那因此呢，还有看到一个人呢，他也没出现。通常监交仪式要有郭智辉经济部长啊，结果他也没去。结果经济部是说，哎呀，没有啦，我们手心手背都是肉。工会批评他说，这是代表以后这个所谓的重电轻油，把中油当岁寒的不在乎了吗？那郭智慧赶快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台电中油都有社会的重担。同时呢，行程很多啦，一天10几个啦所以呢，有外宾来，各种的理由，他没有办法去监交。那当然，这现场是不是尴尬？工会也在抗议啊。那甚至是不是有这么多赖系人马的酬庸，有很多的各种爆料，像这一位台中的委员廖伟翔，他所提报的台南市府这里的前新闻处长啊，被值班安排到资深规划者啊，被拍到上班时间趴在桌上睡觉，睡得很熟啊，看政论节目，当然不是看战情室啊，也不是看大白话啊，他看的是民视的节目，然后睡得这么熟，他认为就是这样，这么多的酬庸，让真正专业的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任用。而是把不适当的人作为派系的，不管是酬庸或者是互相的排挤，再安插人选。回汉，刚刚我们前面那段在讲施俊吉，那这一段讲的是李顺清。那李顺清是中油的前董事长，昨天交接没有出席观众朋友，这两件事情在我看来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常讲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啊，赖清德总统、左荣泰院长带领的这个政府，目前人和出了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就不讲细节啦，什么哪一些酬庸啦，员工上班看电视，这些我觉得都还小。最大的问题我就挑2件事告诉大家。李顺清前中油董事他离开，那又怎么了吗？他不能离开吗？可以。可是据他的友人说因为今天是5号，昨天是4号，3号的晚上，大家收到他的简讯啊，离别感言。你来今要传简讯马仔在不可以改你赏牙，原来马仔也不会来啊。所以他的朋友都知道，李顺清3号晚上传了简讯说，我是看新闻才知道我要被撤换，而且从头到尾并没有经济部次长以上的人告诉我是看新闻才知道我被撤。我现在讲的是中油董事长所以我是增效所以他就决定不出席，但他也没有口出恶言，就默默的不在了。那至于经济部长没有来，因为他是次长去交接。昨天现场，昨天4号嘛，现场记者也问这个经济部次长说，你来交接，只有新任董事长跟这个就是你来负责监交。可是前任董事长没有在，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呢。我今天来之前，次长经济部长，我也不知道原来的董事长不会来。如果连你都不知道，他不来；如果连董事长都不知道他要被换，那表示现在目前出大问题了。施俊吉他当行政院副院长，刚大刘有讲嘛谁的副院长？赖清德的副院长啊。所以我现在不是他不能换，2个人都可以换我觉得要换 OK。但是发现都怎么会这样？你都没有打一通电话或者是事先让他知道吗？所以他们2个都是属于这种错愕被错换，一个是说看新闻才知道，另外一个是说我临时就被换了，没有人告诉我，所以直接开记者会说，我这个基本上应该党人财路，自己做解读，然后呵2声。那为什么这个苏治芬会说以后你就会知道？那意思其实后来也有人解读说，不是因为苏治芬是因为潘孟安说看起来这个新任董事长跟潘孟安更熟。但不管怎么样，怎么会换2个？我不认为说这2个人不可取代。只是在换的过程当中，这些秋楼，比如说你今天局处长要换的时候，市长打个电话跟他讲一下，他会自己跟大家说，我已经阶段性任务完成啊，我家庭因素啊，我身体因素啊，或者我想要回家了，就不会搞得场面这么难看。这是同时2件，算是让大家很意外的事件。这个前行政院的副院长，这个台湾今年的董事长要去职，就觉得我被换掉，我党人财路，讲得很难听，而且场面很难看。中油的前任董事长也一样。那所以显然，现在目前这个政府，他在这些人事调动上面看起来好像过于粗糙了。宜萱其实也不是第一例了，前面也有啊，也有这个任期还没到的，然后就被告知要走啦。然后他说有这么急吗？急着现在立刻马上非要这个位置不可吗？上次那个是还可以等几个月，理论上你连这几个月都不能等吗？这是赖总统的用人风格，我要
这个安排就要现在立刻马上这样。是就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赖总统的人嘛？哈，现在看起来整个我们的所谓的国营公营企业的这些人事案的布局，好像就是信赖无糖分。但是国家就被你们害惨了，就被牺牲了。因为这些人全部呢都跟赖清德有一些关系啊，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施俊吉，他被换掉也是换了一个吕正章，我说这个是潘孟安的好朋友。然后呢，现在还说了一个台湾烟酒公司的董事长汤启安，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总统府资政哦，也是跟赖清德非常好。然后再来还有资策会董事长换的是黄仲明，一样是陈辉东的这个他是女婿对那。还有啊，刚刚讲到女婿，这个唐协的董事长陈玉凯也是一样嘛，哈。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好像现在就是跟赖清德很友好的信赖者，爸爸辈的，可以再交接给下一代，就是你一家人哦，都可以好像永生必应的感觉哦。那这样子的话，更别说了，我们去讨论他的专业度，或者是讨论他的出身背景，我们都太认真了。其实人家只是来交朋友的。那他们交到了好朋友之后呢，看到的是那个的肥缺。那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去谈这个施俊吉他口中的云林的土地的标售案，这才是人民应该关注的。它高达33亿耶，这个背后所代表的利益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庞大的，才会导致说施俊吉今天要特别大动作出来开记者会，而且我关注到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希望未来不要被罗织罪名。”也就是说，他现在在这个赖政府所待的这个行政团队里面，甚至是这种国营企业、公营企业的人士里面，第一个他们会风声鹤唳。我不是赖清德人，我是不是随时会被开刀？像陈启玉一样吗？随时有可能被糟楼。然后呢？如果我今天好像不离开，我是不是被砍头？那我是不是现在又被拔关？那我未来面对到这些问题，我要担吗？所以他今天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恐怕背后除了民进党派系在分食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很大很大的这种相关的土地利益，这是人民才要关注的地方。我觉得跟刚刚前面的例子是一样的哦，就是不管是施俊吉也好，或者是这个李顺清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 ABCDE 也好哦，从这个赖清德上任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用人为才，这个才是钱那个才哈，就是谁想要什么位置啊？前面第一波，刚刚大佬在广告时间也讲到，前面第一波的位置，权的位置，官位要不到。大家就开始在那边笑想财位，哈，他说啊，总统啊，嘿，遐位阮无哈，啊无这个哈国营位置的位置哈，这个党的哈，这个总的哈，或者说甚至在下面一波就可能有董事啊、基金会啊这些，我们有没有？可是过去民党内还有顾及所谓的派系平衡哦，赖清德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对赖清德来说，派系平衡那无哈，天他喜我爱哈，赖清德就是这样子。大家不是说他的个性就是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嘛哈？过去从2020年他就一直觉得民进党所有派系都在打压他，连新潮流自己都在打压他，所以他上任以后已经没有所谓的派系平衡，甚至没有所谓新潮流系，只有赖系啊。我们看他的部位首长就是这样子，甚至连交通部长这一个位置，他不但打破这个所谓派系平衡，他甚至打破学历、经历、资历，什么都打破，用了一个他只会讲说请委员就教的一个部长哈，那像这个他之前任用了一个黄仲明资策会的董事长，也打破了所有的惯例。资策会董事长向来都是无己职，对不对？可是他为了要酬庸这个啊，刚刚大佬说不要说酬庸，因为他没有什么功哈。他为了要给这个黄仲明，为什么黄仲明是他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条阿嘎一个大佬的女婿？为了要酬庸这个人，他打破惯例。硬要资策会的董事会量身定做给这个黄仲明薪水，通过位置给他薪水，又要国家浪费一份钱给他薪水，所以这就是赖清德的风格哦。最近很多人哦，过去连支持民进党的一些人哦，都跟我讲说，他觉得赖清德的这个格局哈，实在看起来哈，没像总统。哦，那个格局没像总统哈，甚至连台风哦，今年接二连三来哦，大家都在说啊，是不是哦，咱总统哦。镇不住哦！啊，无那蔡英文拢无台风哦，啊赖清德红台拢来哦，这个是很多支持民进党的长辈在谁念没有？所以我觉得望事不像人君哦，可以从赖清德种种施政，甚至种种用人风格哦，可见一斑。所以看到今天联合报的分析啊，他认为现在党内深知上位要找谁呀？
找到关键的人呐、那台南帮或是某些关键的人士卡位大秀才刚开始，还没结束呢。大佬，当然还没有开始，而且已经开始的恐怕还会可以再换，随时都可以换。我觉得台湾的国营事业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别的国家不一定有啊。那这就好像一群毒瘤了，这些生瘤呢、生癌呢，但是是应该要开刀好好处理的，甚至从体制上要整体来规划，说我们这个体制到底对不对？不只是营运的，到底有没有负债，大门有没有营运不良，人事到底是不是妥当？还有呢，里头很多人许说他被拔了，他平安崩嘞。乖，把话快快的就离开了，因为他晓得我之所以来，不凭什么，所以我之所以去，也不需要讲道理。那有些人就比较傻，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来是根据安那来，这理由正当的，堂堂皇皇的。现在你把我拔掉，我就不高兴了，我就可以大发脾气。我觉得苏进举讲说他是挡人财路，他讲的不一定对啊，这是他猜的。如果是真的挡人财路的话，那他这一场会开了以后，这个爆发了，那你现在再查没有用了。这个是挡人财路的这一笔土地的贱卖，大概不会发生了嘛？他在避险呢？会发生吗？大概就因为就是已经揭露了，就不会发生。但这是真正的原因吗？也不晓得。那你看台糖公司的董事长几天前才自动请辞啊，他日期还没有到，他请辞了。他大概也知道讲，我赔息，我目睭小我在喘，我赔息我在疼哈。他也晓得，也许他的日子不长了。所以国营事业真的是一团糟，但是呢，不约而同的，就是都亏本，都亏到不得了的程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它就是有它的特点嘛，它的特点就是不用负责，而且呢，国会也要负责啊，因为他们是怕谁？他们怕国会啊，是他们是总统挺他，但是国会得罪不起，所以天下何苦有这样的机构？天下何苦有这样的机构产生这样的首长？以前台电啊，我的同学，同班同学，他跟同样一批的人进去。他一天到晚埋怨，就是因为他是本省人，所以他进去的外省人都做完总经理、做完董事长，都已经离开退休了，他还在那里蹲苦呀。而他后来真的做到副总经理了。你晓得台电里头都谣传，是因为他的同学沈老大运用关系是影响力的。我跟你讲，他自己也这么想。你有吗？我怎么会？我从来不沾这些东西的。但是你可以讲得活灵活现。你看这个就是说，不干的、不去碰的，都可以讲成一个故事了。所以呢，台电这么一个大的机构，都可以无中生有这样讲。所以这个整个国营事业的体系。是到了应该要好好改，但是会改吗？不会，因为绿的执政，绿的不想改；蓝的执政，蓝的也不想改，因为这块太肥了，太甜了嘛。可是深思下来，这一次台盐绿能前董事长陈协玉已经落跑了嘛？但他当中这个官司发生的过程，有没有吓到很多这些国营事业的老董，以至于现在连要辞职、很开大动作开记者会，也在避险吗？待会回来继续讨论。不是他。昨天深夜为了财划法的攻防啊，直接半夜12点还卡在电梯里啊，这个是非常惊奇的画面。先来看看这段。好暴力！你没看到？冲上主席台摔烂麦克风，就连自家人吴思瑶也被波及。民进党立委吴秉叡发了好大脾气。你没看就跑掉算啥？你看没看就跑掉。原来是不满被召委陈玉珍说落跑没开会，只是朝野4号晚上挑灯排审修财划法。陈玉珍晚上喊休息，却也被目击人在饭店吃大餐。把所有的行政官员晾在那里，审议很久的陈召委又跑出到议场来，跑到委员会又要把官员召回来。庄部长有没有这样子？是，我们又再回到议场。昨天从早上开会开到晚上，玉珍不但让民进党的委员说好说满，到登记第5轮都没有人发言以后，然后我们才宣布休息，让所有的官员和委员们可以休息吃个饭。停摆的议事在陈玉珍回来后继续开会，但朝野又爆发第2波冲突。
逐条审查闯关失败，陈玉珍干脆宣布休息。但此时绿委不满散会动议没被处理，电梯外面朝野又开启第3波冲突。陈玉珍电梯跟你开会了啦，没办法开会了。好了，12点了，电梯里面有秘密的啦。绿委说什么就是不肯让陈玉珍走，朝野电梯僵持到午夜12点暂时休兵。财划法周3再战，蓝绿战 Round 2恐怕少不了。看到这很激烈的画面啊，这个摔麦克风摔的真的蛮重、蛮难看，还 K 到吴思瑶，看起来好痛哦。那除此之外，抢文件哇，拉成一团，甚至电梯怎么回事？徐小新说还原财委会电梯受亏1小时是怎么回事？说是10点半宣布要休息，因为礼拜3嘛会再继续审查。结果呢，这个时候又说不行。不能散会，还要等到宣布所谓第散会动议才可以离开。那结果大家就卡在立法院啊，那形容说好像小学生一样，民党立委把我们困在电梯里整整1个半小时，空气整个凝结，没有啦，是很闷热。这个徐小新这一段最精彩，我待会讲哦。但首先呢，我们现在讲说，现在民进党讲说，为什么你这个在野力量蓝白啊，为什么要修财划法？你是不是觉得中央执政要把所有中央执政的钱拿到给地方花？好，他现在就是这样子在挡嘛。可重点是什么？赖清德总统他在2011、2012的时候在当台南市长，他讲说，现在的财划法25年没修，那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再讲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赖清德总统当时候当市长就讲出来。2017年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说加速行政院跟立法院尽速来通过，然后还骂那时候对不对？之前还骂这个马总统，就说啊，你们全部如果你没有办法来执行这个部分，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总统啊。赖清德总统还这么提对，出来讲啊。你不是2011、2012、2017都出来讲，你过去就是最支持财划法的修订的啊，这帮狼赖不可以啊，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昨天哦，其实蓝绿白都可以就这个财划法来表达意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选区压力嘛，我觉得都 OK。可是呢，你从这个陈玉珍委员当时候在这个财委会在主持的时候开始乱啦。吴秉叡、郭国文在那边大吼大叫啦，赖慧媛在那边大吼大叫，林楚英想发言呢。结果所有人在阻挡他发言呢，然后更夸张的是，吴秉叡到了这个开会到一半的时候情绪失控，他冲过去主席台，把陈玉珍的那个麦克风拉爆，然后中间那种零件全部掉出来，摔成那样，甩到吴思瑶，我觉得他手有点痛，然后甩完之后再把东西丢到赖慧媛的脚中。你怎么可以对待你们这些党内的女性的这样立委？她情绪失控，如果真的情绪常常失控，要接受专业机构的评估。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赖大家不是在传这个影片吗？他讲说吴秉叡你发生什么事情？这对你的形象好吗？更夸张的是，吴秉叡跟郭国文之前是支持的，你今嘛在插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要把自己的逻辑跟情绪控好。最后我要讲在这个电梯里面卡了1个半小时。对骂啦，很难看啦。因为为什么中间会这样吵？原因是因为其实陈玉珍委员他是喊休息了，民进党才说，我们要散会动议。你等人家喊休息，你才在喊散会动议，每一次都把这一招。这个之前不是韩国瑜院长吗？在小协商下，那我们这个协商完了，不行啦，我们还要怎么推了？每一次都是这一招。然后中间更夸张的是。这个沈伯洋在说徐小清你们做立委要有论述的能力啦，那徐小清又酸他嘛，你们台风天黑熊学院怎么还在募款？结果今天沈伯洋出来澄清了，我一定要帮大家念一下，说我们哪有台风天募款，我们每一天在募款啊，每一天都在募款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黑熊学院沈伯洋你不懂财划法，然后你这个徐小新的战力的100%，你不要出来挑战徐小新啦，被打爆刚好而已。这个打成这样，丢成这样，真的很难看，尤其还打到女性的委员，这个其实自己同党的，太尴尬了吧？麦克风本来就不应该这样破坏，这个后续是有相关的问题。那根据立法院的议事开会规则，甚至跟大家讲，你不能自己带麦克风，你也不能破坏设备。那个是不行，而且那时候看起来情绪好像是失控了，就是还是很生气啊。那这个要控制。第二个就是在立法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林涛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也跟大家报告财政收支划分法说25年没修，那是从这个1999年到现在2024了。那当时是什么状况？之前的状况为什么有财政收支划分法？所谓中央地方的73比64比，以前有省政府啊，观众朋友，1997年的时候有省政府啊。
省政府当时的预算跟地方县市政府加起来40%多，中央政府当然中央政府要的是国防外交，这个地方政府不需要哈，大概快60%不到60%，可是今年这个省或讲动省之后，那个钱就到行政院去了嘛。那我举个例子就好了，那时候韩国瑜在高雄当市长的时候，要整治登革热。是不是有预算哈？什么时候可以来整治登革热？我还要跟你拜托台中市长卢秀燕好，或者说其他县市要签这个捷运或者什么要工程的时候，希望行政院能够帮我多一点钱，就是因为中央占了7%哦，那地方太少了。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从我讲1997年的2都高雄跟台北直辖市，现在变6都了，所以确实应该要好好提出版本来进行更动，不管更动比是多少，让地方有办法有自己的筹措财源。你地方的这个营业税，你让地方自己收多少比例？只是说讨论过程当中看起来就是这样一直吵，那我们的国人怎么知道它会变成哪个版本？农历完给啊过来变修帕，这个我觉得不要这样子了，就好好跟大家说明清楚，为什么钱要分到地方多一点？因为本来省政府的钱也不是行政院管的，那笔钱后来是到了行政院去了，应该让地方政府能够有多一点钱，但多少？不会影响到中央政府国防外交的这些运作，这个要把精确的这些数字算出来以后，然后再来立法院通过新的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到了，我觉得昨天这个戏嘛，其实是外行的人看热闹，内行的人看门道了。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什么事情的必然结果？就少数胜负。因为只要少数胜负，国会里头蓝白合加起来票数比民进党多的话，它一定会有这种现象，只是这个新会期蓝白，尤其是国民党团所选的这个法案啊，比第一个会期聪明多了。你看，它是那个国土规划啦、公投啦，还有这个中央地方的财划，这些都是跟地方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哦，不只是图利自己的党团，连民进党团的地方首长也不敢反对，是，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些法都是关系重大，让中央执政会发生跟以前不一样窒碍难行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不会有违宪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戏啊会一直演下去啊，真的会演到2028，是没有完没了的。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宪政体制啊。你只要回去看哪一句发生了问题，行政院长由总统指定，这几个字就产生现在所有的现象。宜翔再也谴责这是暴力。我先讲一下哦，我觉得当然这冲突是很遗憾的哦，但是我觉得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中央跟地方之间，或者是说现在蓝白跟绿营之间大家的本身的一个冲突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其实如果要讲到这个财划法，其实我还是呼吁到国民党不要断章取义哈。过去民进党确实2012年，包括赖清德当市长在任内啊，是有主张要修正这个财划法。但修正的项目其实不是像粗暴的说，我们未来把7525的分配变成6040等等。其实针对的是第一个啊，地方跟中央要有财政平等的一个协商，就是大家坐下来讨论啊，如何去分配这相关的款项，对于地方发展最有利，这是白纸黑字的。第二个，扩大这个财政的一个来源。第三个是兼顾到城乡的差距，其实里面没有提到现在蓝白的一个版本，所以这并不是赖清德2012年的主张哈。但其实我个人作为地方的议员，我当然会希望。我们地方有更多的财源做更多的事情，但重点是这不是傻逼事的，每一毛钱其实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如果要好好做事情，中央就应该思考说，我们去放什么样的钱去做交通的建设吗？去做医疗吗？教育吗？那大家跟着连同的这个县市政府，大家来做嘛。这是好的一件事情。但今天我觉得蓝白最欠缺的是什么呢？就讨论到说，如果你要财政重新划分的话，那你责任是不是要重新划分？你未来针对长照，未来针对教育，未来针对医疗，是不是中央跟地方的责任，大家也要再做一个重新的厘清？为什么呢？因为你钱现在拨到地方去了嘛，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些讨论其实理论上大家要坐下来好好来思考，而不是看到现在立法院这样子，无论是蓝，无论是白，无论是蓝，大家可能情绪现在都非常激动。但是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讨论，我觉得这是这个阶段最需要的东西。重点是都是由中央决定，还是地方可以一起来讨论怎么用，这才是关键啊！马上回来。不会的。今晚首看
看最新的司法进度是被延押的2个人沈信兴、彭正生都提抗告，接下来当然抗告书到了法院啊，就等待审查嘛。过去的抗告几乎都是失败的，显然延押很难呐。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抗告有没有机会？接下来其实大家看的是今天礼拜2又看到了《镜周刊》的最新的报道。今天哇，我最有兴趣，特别把这个拿出来，在第1章。为什么呢？他说啊，阿贝有一张便条纸被搜出来了哦，义勇笔下叠便条纸上面，就写得很用力，写什么 Orange 精华出境下这个指令。其实这个纸当然立刻写完就撕起来，就交给当事人啦。那为什么检察会知道呢？鉴识小组哇，发挥柯南的精神，哇，扫，用这样白纸底下第2章、第3章才看到这些字迹是柯文哲写的吗？那精彩的还有确认哦，感觉这个虽然在判决之前本来应该是没有办法这个认定为有罪的哦，要宣告为无罪才对哦。可是呢，他直接这个标题里面都说，这个已经柯文哲承认了把钱交给橘子之外，还有几个时间点交付金钱，在市长室收贿，甚至在金华城动土典礼哦都收受汇款。那还有一个人被乱枪打到，这个人叫做学姐。这个谁是猪队友？标题是这样下的，猪队友是谁？原来猪队友是学姐这个子弟兵。发生什么事呢？原来他上直播节目的时候公开讲出来说，哎呀，这个柯文哲为什么拒绝出庭？因为柯文哲在检察官问话的时候，发现他一再重复问相关的案情跟案情无关的问题，还说检方啊会随新闻舆论而变化讯问的主题。不知道会不会看我们的战情室之后决定哦，让柯文哲心理压力很大，所以他决定不出席。可是厉害了，这个各种的。好几篇的报道里头，还包括了橘子，可能澳洲哪里而已，他可能还可以拿万纳度的黄金护照到其他国家去，都帮他想好了哦。所以这几个重点里头还有关键的几件事情啊。所以柯文哲看起来都已经每个阶段都收钱，罪证确凿，已经被检方完全认定了。所以就算橘子回不来也没关系。他说，在检方起诉的资料已经很齐全了嘛，宜萱。如果按照进检今天的内容，每个阶段都收钱。那检察官早在前几天就应该要起诉啦，就不应该怎么还要延押继续押人呢？哈，那这个是我们纳闷的一点。那就是说，今天检察官选择继续押人，然后呢，我们也没看到相关的证据佐证说他找到了钱，或是找到了什么样关键一刀毙命的证据。那可是呢，配合进检还是今天这样编造故事的，把一些非常夸张荒谬的剧情写得非常的笃定，然后呢，好像一副真的就是这样子发生了。我觉得这件事情看得出来，进检跟北检有恃无恐，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说侦查不公开变成侦查乱公开，讲到现在连郑明谦这些检调的高层法务部长都已经承认说的确要去查，那就为什么北检搭配特定的媒体还是可以周周的泄露这样的讯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看起来今天这一篇报道有刻意的想要把整个风向泄密的因素导向了被告方。你看他随便扫射到学姐，我不知道一个在节目上猜测说可能是这样会变成串证然后串供的这个延押的理由。之前不是说延押理由是橘子吗？怎么现在又变学姐了呢？然后再来就是说，现在今天他这个报道里面不断提到柯文哲的律师郑森源，所以你今天才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有关律师的这个声明出来。那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他刻意又要把风向引导到，我今天我没有侦查不公开哦，这些侦查的内容也有可能是从被告方流出来的哦，我们有可能去流出这些不利于我们的消息吗？这是我们必须要严正澄清的。所以看得出来，今天不管说什么在市长室交付1500啦，说在这个动土典礼在那边咚咚咚抢的时候也可以给钱呐，这种比较好像8点档的这种剧码可以写出来，然后呢？还说各个阶段都给钱，那这不就是在帮北检写起诉书吗？是不是在拼凑这些起诉书呢？所以回过头来还是要去谈，是说我们从金华城案侦办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侦办的细节，配合特定媒体这样曝光之后，它早就已经侵害了人民对于司法的信赖，早就信赖破产了。尤其是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的陈启玉，该押的陈启玉讲了1年多，就讲到人都落跑了。
柯文哲一个不会落跑的人，你把他压好压满，压到现在2个月的人还在里面，结果你查不出相关的证据之后，你的周刊每天这样子做人格摧毁式的抹煞，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太伤了。淑慧，我因为今天看到有台都在做万纳度阳光沙滩比基尼，就是说橘子现在可能已经到那里落地生根，长橘子树了啊。总之啊，就是有各种的揣测，然后更厉害的是，周刊还拿到了没有公开的检察官申请严押的裁定书。那今天媒体写的是说，他拿到的是法官的裁定书，对，裁定书，甚至法官怒斥什么柯文哲什么藐视司法，对啊，什么落选的总统，对，那这个裁定书只有3个人有嘛，法官，然后这个被告的律师，还有检察官嘛，哈。我觉得北检要适时的出来跟这个周刊切割了不管你是反驳也好，或是驳斥也好甚至调查这个泄密来源也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外界都把这个周刊的这些故事掰的故事都当成是北检泄密对不对？像刚刚宜萱也是说这是北检泄密，北检有发声明啦，无法证实而已。没有，你这样子太弱，人家等于是这个纵容嘛，放任，甚至是好像漠视一样因为我觉得周刊这一个礼拜一篇在我看起来真的很像台湾霹雳火的8点档第一个，我今天也写了脸书嘛因为我过去在市长室8年在我认为在市长室交付汇款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大家知不知道市政大楼，不要说市长室，从你进那个门口到电梯，再到进市长室那个门口，浅秋也在是无死角的监视器吗？对，除了市长室里面确实没有监视器以外，处处都是监视器所以我要扛着一个大皮箱进去，然后出来以后又没有大皮箱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其实耳目众多，你要一路清场你可能要约在半夜可是还是有监视器嘛这是第一个。你为什么不能约在第3地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洒狗血的剧情。哇，市长室交付汇款。第二个，如果检察官已经掌握到市长室交付1500万的汇款，说真的，不用橘子，不用柳丁，不用榴莲了，可以直接起诉，因为这个叫做一枪毙命，可以直接开枪了。已经好久的标题都是一枪毙命，对，不需要再等了。这个国人看到这个起诉书，一定会破口大骂，一定会认同，胆大至此这个剧情反而比较像我们之前听过郑文灿的传闻约到市长室去瞧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周刊所有的作为他只是在为他自己的流量、自己的销量所以他可以每周一故事我是不知道北检到底可不可以用社维法去侦办啦过去不是这个我们的检调单位动不动就用社维法，连这个台大教授苏老师去评论一个故宫南院的政策，都可以被叮咚叮咚找上门社维法。那今天这个周刊周一篇把整个案情、把整个北检的形象糟蹋至此。现在糟蹋北检的形象的可能不是我们，是这个周刊每天一篇，然后让外界觉得说这些都是北检泄密的那这个之前周刊还会写检联，然后现在都变成说据报、据掌握那这样都不用负责任了，这样都不用负责任。所以我觉得北检应该要是时候的去切割，甚至是驳斥，否则最后就算你成功的起诉证据出来，其实你的司法形象早在这个过程已经都毁了。讲到郑文灿就写有画面感嘛，是大了我补充一下，好，我要请教我们发言人因为今天这个新的资料有英文Orange 有中文这个是不是柯文哲的字迹？我想马上就可以。所以我就还蛮想知道这一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他如果是真的从北检这边出来，那他是不是伪造文书啊？因为柯主席的字不会这么好看，他有没有写示意图啊？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如果是真的的话，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主席的字是长这样。第二个是，如果他真的找到的，那我们要去查他的真伪度再来第三个，如果他真的流出来的话，那是不是真的是泄密？那就不重要了，如果是真的，那不得了了。对啊，泄密不泄密都不重要。我觉得他应该是示意图啦。第二个我要请教的就是橘子的角色。今天如果橘子这么有跟这个案子相关到这种程度的话，他当然不回来。但是如果他是无关的，他是清白的，
如果是我第一时间点马上回来，披星戴月回来哈就清白了，就把解决很多问题。他不回来就是个问题，不回来就是几乎一刀毙命了。我的看法是这样，你怎么没事不肯回来？告诉我。我觉得检察官现在就是大佬的想法。反正你不回来，我就让媒体跟这个社会大众营造说，但是你不觉得很合理吗？其实包含台湾民众党这阵子以来，真的也没办法联络到。有努力联系过吗？都没联络上。我们没有联络上。那我们相信检调如果有办法，肯定比我们有办法。杨明的爆料说，检方其实找到他不愿意回来啊。那这个可能我们要请检方那边要跟大家说明，就你到底是你已经找到他，他不回来，那他有什么样真的关键的证据让你没有办法起诉吗？那你如果真的李文宗也被你压了，然后这些跟金华城有关的人都被你压了，结果只是卡在一个橘子，你是故意不起诉，还是把橘子当借口？可沈大佬对橘子的疑问跟我们大家都很多人一样啊，大家会有同样的疑问啊，只是在画面感上面，什么市长是收贿，想要郑文灿就会想到林桃啊。基本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刚才这个宜轩他说的是说，有没有泄密？可是我觉得好，就是有没有泄密，看起来是有泄密嘛，不然怎么这么多资讯出来？但是要仔细看他今天的周刊的报道，到底有哪里是不合理的？因为你基本上看到市长室你要说有这个1500万在市长室，人事时地物，我就问嘛。谁把钱拿进去，用什么容器装？谁这个钱又流到哪里？因为郑文灿他500万，他是用这个黑色的袋子啊，那黑色袋子很重，那时候还说5点多公斤，那1500万总是乘以3吧？那你那个行李箱要多大？进出台北市的市长室会没有人发现吗？这是最大的疑点，也是今天这个周刊内容没有讲。第二个，学姐黄金莹她说她隔空创证。我去看到黄静怡讲什么，他说他猜测有没有可能是检调在问柯文哲，一直问一些跟本案无关，然后一直重复讯问，让他觉得很烦。不要黄静怡啊，我也是这样觉得啊。这你要拿这个说黄静，你要拿一些比较具体的吧。这种猜测这种内容我也会讲啊，我可能跟柯文哲隔空串，这不叫隔空串证，这叫隔空抓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要再出现了。第三个我要讲 Orange 啊，就是如果今天橘子是柯主席希望他出境，假设他干嘛写个精华 ？Orange 出境就 Orange 出境嘛，精华出境是什么意思嘞？快跑，快跑！然后而且这张纸是写太重，然后笔记写太重，这告诉大家以后写字要轻一点，不然你会发生笔记。那所以我们看到橘子从日本啊，还有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翻车啦，说什么有在大阪看到身影啊，胡说八道。然后现在说他在澳洲，现在马上说在这个万纳度卖骗啦！我跟你讲，如果万纳度就像周刊讲的这么好用，我跟你讲，全球的经济犯罪，台湾的每个那陈启运买这堂啊，提前到万纳度拿那本护照全球跑，有可能吗？所以我非常有可能认为判断橘子就是幌子。马上回来。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刚刚大家很疑问这个纸条 ，Orange 精华出境，难道这个便条纸后面就不会写其他的字，然后还可以那么久的时间之内还没有被盖过去啊？这个只是记者的示意图哦。刚刚这个媒体这边的公布的影片，我们去确认了一下，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检方的资料。但他用想象的方式让记者写下来。好，司法案件还不止如此，除了金华城案，陈启玉刚刚一直在说国营事业的董事长们有没有被吓到，就要离职之前都还要自清这位台盐的前董事长台盐绿能哦，因为现在已经检方收了30多处了，不是30多天，他其实距离这个从高院驳回之后，隔了9天才要去慢慢的去找他再来开庭啊，开不了庭，隔了几天啊，又有台风假，又有各种理由，所以礼拜1昨天晚上才终于的把他通缉了，找不到人正常了哦。那还有台盐绿能生涯更裁之前的前副总经理，记得吗？当时台南地院是全部把所有人不但不收押，还全部无保请回，都是隔壁迄菜园的阿嬷讲的啊，阿姨讲的啊。无走，那我跟他讲呢，当然不是爱走，对不？更何况这些副总呢，目前这几个被告仍然是请回的状态哦，会不会跑？南检正在提抗告，谢龙介直接再报，恐怕只有陈启玉吗？不止，还会有人，而且好像还有人已经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大佬？我一直对陈启玉到目前为止，这个就是消失了，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上次在本节目
的时候，我是主张南院跟南检都有一点内疚，因为现在人找不到，跟我们都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就法论法，我们严谨一点好不好？我个人啊，因为我这个法律我也是相对外行，我认为南检的责任比较大哦，因为你南院，大家社会上都怪南院啊，就举了那个驳回那些其他的案子，裁定理由书，对，就是说南院的责任比较大啊，南院也赶快驳斥大家的看法，但是问题是南院驳回这个声押嘛，那这个一旦驳回声押的话，这个人本来是没有警惕心的哦，因为他没有想到说这个他会出事的，那你一旦抓他的话，他就晓得动手了。我到底是不是重犯？南院认为他不是重犯，因为你用的法条不对。但是后来很多人都讲这个法条并没有不对哦，因为这个绿能的公司子公司跟台盐的公司的关系非常紧密到这个大法官解释，这个也算上市公司，所以员工法条可以的。但是你说它不是重案，他驳回了啊，驳回了要重新更裁嘛。这个更裁因为台风天就慢了1天，那我请问大家，这个更裁庭还没有开之前，这个驳回第一次的声押，那这个人是在谁的手中？我认为是在南检的手中啊，难道不是吗？如果南检没去抓他的话，这个人是逍遥自在。南检既然抓他啊，声押被驳回，那我问你，这个人在谁的手中？我就在南检的手中。但你们觉得在南院的手中吗？南院只是裁示我不同意你的声押，他有什么责任？对不对？所以是在南检的手中啊。我不想，我请教大家。所以啊，到底是谁的责任？但是不管是院检呐，总之这人现在落跑了呀。那黄国昌认为，这个所谓的人际网络图告诉大家，是民进党在背后撑腰吗？刚刚大佬安内告嘛是有得利啦哈，外面人都觉得是南院有问题哈，我其实觉得南院南检都有问题。坦白说哈，我们先看哈，从桃园这个郑文灿案子到柯文哲案子到这个台南的案子哈，桃检、北检、南检其实办案的手法都是一样，他会搜索，他会申请羁押哈，所以也不要骂北检说你怎么可以搜索，你怎么可以申请羁押，都一样。检察官办案的方法，因为他要破案，他要抓坏人哈，不管3721，我就是要羁押。哈，你说他押人取供也好，你说他要防止这个串供啊隐匿也好，他就是要收我，他就是要羁押哈。可是院是地院，他不一定会同意啊。像当时桃园地院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也不准你搜索郑文灿的家里，也不准你羁押郑文灿哈。经过检察官的一照看告，最后同意了。可是这中间是不是已经有很多这个证据已经不见了？因为最后桃园的地检是用讯息搜索哦，就是我觉得我要直接去搞了哈。那今天这个南检也是一样哈。第一个，他前面的搜索票有多次被驳回啊，不准他搜索。然后第二个，这个羁押也不准他羁押。经过检察官抗告，高院发回更裁以后，又很奇怪，之前的这个桃检跟北检哦，都是第二天马上地院就重新开庭了。可是这个南院居然是3天后才要重新开庭，这中间就出事啦。那刚刚大佬说，对啊，那这3天人又不在南院，跟南院有什么关系？人在南检的监控底下，没错。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时候如果南检觉得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即便南院还没有裁准的话，调查局可以派人跟啊，检调可以派人跟啊。我也觉得电影也有演啊，你为什么不派人跟呢？没有派人去掌握他的行踪，就好像没事人一样啊，别人跟啊，我就等那个地院来裁定啊，这个学生他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个也是不合常理的哈。所以这件事情哈，你说是检院在斗法也好，或者是说你说检院在集体放水也好，办只是办给我们看的，放水才是真正的哈。所以这就是人家在质疑说，你民进党树摊之前赖清德办的装的一副4模4样哦，蓝绿白都办，这个民意代表诈领助理费，好像民进党的议员也办了不少个，甚至是林怡景哦，民进党立委都办了哈，办的好像一副4模4样。可是真的办到利益核心，办到陈局的人马，办到有可能 touch 到民进党的核心的时候，人跑了，人就跑了，
那这一点就是考验赖清德，你到底是玩真还玩假的？蓝营很多人问啊，陈菊不出来负责吗？我说坦白一点啊，其实林怡景一定比陈其瑜更加的核心了，所以并不是说分核心不核心的状况了。陈其瑜的部分其实是这样，你花妈也抗议，没关系啊，你小看我因为这事实嘛，因为他曾经其实做过立法委员，但是也是几年前的事情。后来做高雄的副市长之后，其实也相隔多年，后来就去国营企业了嘛，台糖的董事长。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检方啊没有在分蓝绿的，其实我光看陈其瑜的通气照是在民进党中央开中常会的时候照的照片哈，所以没有来手下留情的啦。该通气就通气，该抓就抓，该到案说明就要到案说明，无论分。可是他解读是说代表是党的人。用那个照片，哎呀，那个对党形象那么差的事情，怎么会是党的人？这个叫脱裤子放屁，这个是通气照哎，这个不是赞扬他哎，这个是通气照哎，好，所以我就说，无论是橘子，无论是陈其瑜，该到场说明，该到案说明就应该到案说明。其实陈其瑜这个状况现在是这样，其实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找不到嘛，对不对？但如果有找得到的话，其实应该就要透过司法互助，甚至于引渡的条约，想办法把他引渡回来，到案说明，把这一次整体的案子说清楚、讲明白。这个我觉得是全民期待看到的。但是我再请教他这样一个问题：当嫌犯在匆忙之间一念之差决定要逃，那决定要逃，而且逃了，那不就是认罪了吗？不会是这样吗？你们觉得怎么样？是啊，心虚啊，逃就是心虚嘛，就是心虚